超省心的西格文武器选择。作为一个辅助角色，还是生命值的模型，它既不需要攻击力，临命的时候也不承担输出的重任，而且增加后台战绩伤害的天赋，它看的也是生命值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武器选择的首要标准就是要加生命值。而打开武器栏，选择攻，选择生命值，一共只有3把武器。好，专武之下最好的还是这把3星反曲弓，你说是不是超级省心？那我们来看这把反曲弓，因为是3星嘛，所以很多玩家可能之前融掉了。而这把武器抽是抽不到的，只能通过开宝箱、过蒙德的主线以及和 NPC 对话获取。那具体的获取方式我也做了一期视频，可以在主页看一下。回到这把武器，精炼的效果是击败敌人恢复生命值，但是因为西格文不是主 C 不是输出，触发的频率并不高，所以精一也就足够了。我们只需要它的副词条 49.6% 的生命值。那带上这把武器，再配合3生命主词条、9个生命大词条、2+2的散剑，就能达到 5.8万的生命值，可以获得2255点的天赋增伤，奶量呢也达到了 1.5万的这个群奶水平。当然想要吃满天赋还是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。接着呢是弱水，虽然精一的时候生命值加的不多，但好在其他的属性西格文也是能用到一些的，毕竟它的这个大招还是有一点输出，就是以输出的绝对数值来说不是很大。所以整体看来，弱水是偏输出向的武器，用同样的配置，在被动天赋上也只能提供1925点的伤害提升，奶量呢大概是在 1.4万左右。然后专武呢就相当于是弱水加反曲弓的效果，不仅在伤害上会有所提高，天赋的2800点伤害提升呢也是能够吃满，就非常的有优势，而且外观还非常的好看。那除了这3把武器，还有2把我个人觉得也可以用。一把是5星的终末阶探之师，虽然说没有额外的生命值加成，天赋的伤害提升呢也只能达到1754点，但是因为特效使元素战技或元素爆发命中敌人时获得1枚追思之符，累计4枚可以给全队增加12秒的元素精通和攻击力提升，也算是比较全面的一把辅助用的弓箭了。其次就是祭礼弓，因为西格文的元素战技是多段伤害嘛，还是非常容易触发的，满金的情况下16秒的冷却时间就可以让西格文的元素战技释放的更频繁，这样的话西格文只有10次的增加伤害的这个天赋，覆盖率就更高了。因为有可能后台战技释放的比较频繁或者怪比较多的时候，10次很快就用完了，那么使用祭礼弓，这个时候元素战技肯定已经刷新了，只要切出来再丢一下就可以又有10次了。所以祭礼弓的优势在于续航，缺点就是天赋的这个数值肯定是吃不满了，难度是非常大的。也就是说在高伤害和高续航之间需要做一个取舍。那如果说是想玩输出，其实3星中的信使和神射手之士呢都是加爆伤的，比那些加爆伤的高贵5星呢也差不到哪里去。还有4星中的绝贤提供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的增伤，也可以整活的带一带。那至于其他武器，除了西风可以额外铲球，别的吧他们既不加生命值，也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。我觉得如果要挑选，可能看重的是外观吧，所以西格文的武器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少。那同样因为有3星武器的存在，所以还是比较省心的。好的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